一老妇人进屋就开始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。这时后院传来说话的声音，这位是傅公子，他家是仁兴府城市县的巨富。1年前，他来到地州做丝绸生意，与当地一个妓女好上了。这个妓女我们就叫她小昌吧。这1年多，傅公子一直住在小昌这里，因离家太久，家中催促。这天，他要启程回老家了。2个人正腻歪着道别，老妇人见状，心中不悦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只是躲在一旁偷听2人说话。听到他们快要进屋，才装作刚刚到来的样子。老妇人见2人腻歪个没完，决定不装了，将2人分开，催促傅公子赶紧出发。回过头来教训小昌，这成天黏在一起，拿来的钱却越来越少，这上上下下的人，我拿什么养活？现在他走了就罢了，以后你不许再见他。我已经给你安排了另外一位公子，出手非常阔绰，明天就来，你好生伺候着，不然仔细你的皮。这天傅少爷在外面闲逛，忽觉对面远处走来的女子好像是小昌，他不敢马上上前相认，等着女子走近些，才小声唤道：“小昌。”那女子听到呼唤，眼前一亮，即刻迎上前相认。傅少爷又惊又喜，问他怎么会到这里来。小昌委屈地说：“你离开后，我受到妈妈虐待，实在活不下去了，就到官府去打官司。官府判我从良，因此才得以脱身。我来这里找你，你可以收留我吗？”傅公子当然很高兴了，但是担心妻子容不下小昌，就在外面找了个宅子，把小昌养了起来。第2年，傅少爷又到地州做生意，见到2位故人，大家谈及往事。他们告诉傅少爷，去年父兄回乡后不久，小昌姑娘被那老鸨逼迫接客，一气之下上吊死了，真是可惜呀。傅少爷心里非常害怕，但是又贪恋小昌的美色。回到老家后，还是经常去小昌那儿，但渐渐的，他人变得有些糊涂了，说话也开始语无伦次。终于，他妻子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担心丈夫被女鬼害死，于是叫来了傅少爷的弟弟拿主意。他这个弟弟长得很壮，而且胆子也很大。得知这件事后，认为事不宜迟，要尽快将这女鬼除掉。叔嫂2人商定，当天晚上就行动。入夜，弟弟埋伏在他们房间外，看到他哥在房间东边，女鬼在房间西边。等2人准备坐下，弟弟就冲了进去，举刀刺向那女鬼。眼看就要到跟前，他不小心碰倒了蜡烛，屋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。他朝着认定的方向猛刺一刀，确定刺中了才罢手。等他嫂子拿灯进来看，却发现他哥倒在地上，腋下流出大量的血，人已经断气了，而那个女鬼却不知所踪。县衙把叔嫂2人抓起来，判定为杀兄杀夫罪，推测是因叔嫂通奸，但2人拒不认罪。这个案子审了1年也没有办法结案。后来县府只得将案子当作疑案报到朝廷。上报那年是宣和7年，也就是1125年。书上说，后来因为金兵来犯，京师有变，就没有下文了。